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的五洲山南麓，它始建于南北朝的北魏时期，但整个工期很长，历经了北魏、东西魏、北齐、隋、唐等多个朝代。现存主要洞窟45个，大小窟龛252个，石雕造像59000余尊。如今的云冈石窟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。同时，这里也是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取景地。本期视频是我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取景地巡礼的第16期，各位在我的主页搜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就能找到过往的全部节目。创作不易，求个3连吧。但云冈石窟取景这个消息是山西文旅自己公布的，我一开始不知道是哪里。后来网友让我看看卧虎寺，就是虎先锋所在的场景，原来云冈石窟的实景被用在了这里。将来等游戏出了之后，我们的巡礼目标就更明确了。关于吃住行的建议，我之前在弹药武库视频里说了，这里只简略说几句。云冈石窟附近有吃住的地方，价格不贵，条件一般，有地方停车，但最好还是从大同市区直接开车去，也没多远。云冈石窟停车费如图，景区全价票100块一张，建议提前公众号买，这样可以免得在现场排队。另外，云冈石窟里是允许拍照的，但严禁使用闪光灯，不然会损伤文物。云冈石窟要素过多，我们一期视频说不完。上次说完了弹药武窟，也就是16到20窟，这次我们重点说9到13窟，也就是云冈石窟中的五华洞。因为这5座石窟华丽多彩，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。下面我们就从第9窟阿处佛洞开始逛起来。第9窟的外侧是一座2014年新建的古建，建造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里边的造像。刚走进第9窟，就能看见一块民国9年的老碑，以及一片前庭地面遗址。这是北魏时期的地面，如今被保护起来了。里边的洞是用来插柱子的，当时为了柱子坚固，只能把地基做得很深，所以它看起来地势比较低。另外还有好多人往里投币，不知道这个地基能保佑什么。然后我们来看前庭外侧，这位置有几根石柱，石柱上雕刻着千佛，它后边那根就是新时代的承重柱子，两者相映成趣。前庭通往后室的窟门，屋顶居然是仿五殿顶，看到这个我都麻了，这也能五殿顶？五殿顶下边是一排抽象斗拱，其实不是抽象，是北魏的1斗3升拱，结构简单，就是一个炉斗一个横拱，外加3个三才生，和它配合使用的是人字拱。唐朝以前用的多，唐以后就慢慢消失了。这2种斗拱应该是比较好记的。再往下还有一排飞天，猜猜屋顶上的这些小三角是什么？其实它们是三角形火焰纹，这源于北魏鲜卑人的原始信仰，也就是萨满教中的火崇拜。看来还是元素萨。中间人头鸟身的是郭德纲常说的佛爷头上金翅鸟，学名叫迦楼罗，是天龙八部护法神之一。你再看这2侧的廊柱，林徽因教授说它与波斯柱头恐怖无关系，其实他之后推断过，波斯就是个中转站，它的源头是古希腊的艾奥尼克柱，实物大致长这样，是我从天津进步到曹锟旧居拍来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呢？因为北魏的成分太复杂，有几个会设计西洋柱子的老外工匠，那再正常不过了。然后我们再看窟顶，这居然还有仿的平旗，此外还有一些团联浮雕，余下的大部分都是飞天，这应该不用多说了。再看前庭的墙壁，居然有这么多密密麻麻的浮雕，令人眼花缭乱。这仅仅是一个前庭而已，就已经如此壮观了。走进后室，一眼就看到了主佛，这尊高大的主佛脸上有金面和多种彩色，这其实是后期补的泥皮，然后上的彩绘。我们讲弹药武窟时说过，这种泥皮需要用木橛子固定，如果掉了就会露出木橛子扎的孔洞，但如果泥皮和木橛子没掉，那就是第9窟主佛的这种样貌了。东西2侧的胁侍菩萨则是后世补塑的，而墙壁上面则雕刻了很多佛教中的故事，比如这里刻的就是兄弟2人俱出家园。古时兄弟2人俱为高僧，宰相礼聘兄弟2人，并且给哥哥供养了更好的布料，引来了弟弟的嫉妒。弟弟便拿着这块布料威胁宰相女儿，让她裁衣服。宰相看到便认为是哥哥和女儿私相授受，就对哥哥有意见了。最后真相大白，兄弟重归于好，宰相夫妇真诚拜佛，宰相女儿则被定罪赶走了。我是按照石刻版本讲解的，这上边2兄弟都在，弟弟没被赶走，他和杂宝藏经的原版故事不一样，所以也放出原版供各位参考。但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宰相女儿到底做错了什么。再比如这一龛是须达长者父供养佛获报园，这长者夫妇虽然只有3升米，但佛陀诸弟子来乞食时，长者夫妇自己没吃，又想给了他们，于是便得了吃穿不尽的福报。猜测长者夫妇的造像原型就是本龛的供养人。然后我们来到第10窟毗卢佛洞，门口的指示牌子讲的是佛像的保养。
实际上第11窟真的在闭门保养，属于是知行合一了。没办法，我们只好继续求助网图。第10窟和第9窟相互毗邻，结构也是非常相似的。比如前庭也有刻着万佛的石柱，而窟门头顶这个位置则是著名的云冈须弥山图。在当间细2头粗的须弥山间，还有2条龙在环绕，两侧则是多头多臂的天神。看完瞬间想起一位故人，后世的主佛不是北魏的原版，而是后代补塑出来的。东西两壁的则是思维菩萨像。所谓思维菩萨，指的是正在思考的菩萨。他在此处的造型为半跏趺坐，微微低头，一手想托腮，但没完全托。因为第10窟是纯云游，所以我们就说到这里。将来等能进了，咱们有机会再细说。然后我们来到第11窟，它和12窟、13窟是同期开凿的洞窟，前边加盖了保护建筑，虽然有楼梯，但是不让登临。这3窟都是云冈中期的石窟，艺术风格也日渐成熟。在历经了9年的修缮后，他们终于在2021年顺利开放。到如今，走进11窟内，第一眼看到的是正面的立佛和两侧的胁侍菩萨，这一组是辽代追加的造像。抬头往上看，还能看到一尊交角菩萨和两边的胁侍菩萨。交角菩萨再往上，其实还有一层，我们打死都看不见。这其实是一尊3头4臂的阿修罗天。阿修罗天的两侧则是相对对称的山花蕉叶。林徽因教授推测，这个源于古希腊的柯林斯柱头，实物长这样。不用问，又是老外工匠弄出来的。这3层雕像所在的位置是11窟的中心塔柱，它位于塔的中心位置，非常粗大，既能做浮雕，又能给整个窟承重。塔柱的两侧都能看到一尊大型的立佛雕塑，其实塔的背面应该也有，只是游客过不去罢了。这个叫做4方4佛。另外，你有没有发现第11窟只有中心塔柱比较规矩整齐，周边的墙壁造像就大小不一，没什么规划。这个咱们之前说过，有很多民间的供养人在这里出钱造佛龛，所以大的大，小的小，就没什么布局了，但各种花样和风格就都保留下来了，所以它反而成为了我们研究佛教史的重要资料。说到墙壁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之前咱们讲华严宝塔时曾经提到，那边好多匾额的内容都出自云冈11窟的太和7年意义信士女等54人造像记。现在我到11窟了，这个造像记我愣是没找到，后来一查资料发现它在这个位置，那你徐哥打岔是吧？这位置哪能看得见？没办法，只好找个网图展示，这样还清晰一些。这块造像碑始立于公元483年，具体的内容则是北魏京师地区54人共同供养神佛的往事。这是云冈10窟文字最多的、最完整的，以及现存最早的北魏造像碑记。现在我们离开11窟，来到第12窟音乐窟，这又是个葫芦形的石窟，分前庭和后室。前庭也有雕刻着千佛的立柱，屋顶的平砌内外有无数大大小小的飞天，翩翩起舞。这些是为佛奏乐、为佛舞的飞天，所以一般称为祭乐飞天。其他的祭乐手中各有乐器，但是窟里的光线不够亮，我手机拍出来实在模糊，他们拿的是什么乐器，我只能认出少数几个。这2个拿的是琵琶，一正一倒，这个像是横笛，这个像是箫，这个像是排箫。如果再往上看，这个拿的应该是埙，这个看体位明显是箜篌，其余的实在看不清楚。能认出来的小伙伴也可以用弹幕完善一下。另外，边上头顶圆光的神佛也在翩翩起舞，可能这便是古代的佛教音乐会现场，无论是谁都会陶醉在里边。也正因为这里描绘了盛大的乐舞场面，所以这里才叫音乐窟。另外，这个带建筑的小龛也是细节满满，你看上面的屋顶和船子，下边还是1斗3升的斗拱，带着彩绘的梁架，老平城地道北魏阙体，下边刻着千佛的石柱，还有3尊菩萨。感觉这个构造完全是按照11到13号窟的框架重新复刻出来的，只是换了里边的主佛而已。猜测这是供养人的私人偏好定制。然后我们再看屋顶，除了之前说过的3角火焰纹和金翅鸟之外，你猜这俩是什么玩意儿？这就是北魏时期的螭尾，是后世螭吻的前身，造型就是这么简洁。北魏屋顶常见的凤鸟，猜测原型是虫鸣鸟，外形如鸣声如凤，乃是古代神话中的神鸟。想看实物版就看云冈石窟的入口，基本上所有的零件都还原出来了。至于后室就比前庭文静多了，这里的主佛和胁侍菩萨个头总体来说比较小，因为他们在高台上占的面积也少。抬头看屋顶，这边还有一些飞天造像，但这屋的音乐主题内容也就仅此而已了。另外，云冈石窟里几乎每个窟都有人刻名字，12窟这个现象尤其严重。以前不理解玻璃罩的赵文物，现在突然理解了。大部分游客有素质，架不住里边有穿着人皮的狗，到哪儿都想撒尿圈地，所以得防着他们。最后我们来到第13窟，还没进门就能看到主像是交角坐姿，而且个头不小。走进去一看，发现这是一尊交角菩萨，他在这个洞窟里占据着绝对高的地位。
怎么区分符合菩萨呢？一般是看头顶，头戴花冠的一般是菩萨，满头罗髻的一般就是佛了。因为菩萨的右手是抬起来的，如果悬空的话，重力这么大，怕是要压断了，所以后续又补了个四臂力士，在下边拖着菩萨手臂，以辅助承重。再看周围的其他小龛，这些浮雕不只刻出了前脸，还雕出了后背的花纹，这个叫做镂空浮雕，体现的是高超的雕刻技艺。比较醒目的是南侧窟壁上的一排浮雕，一共是7尊佛像。你看最左边的2个佛头，是不是感觉画风和颜色完全不一样？其实这2个是辽代后加上去的。至于为什么敲掉前面的旧佛头，为什么只敲掉了2个，旧佛头去哪儿了，这都成为了历史的谜团，留待后来人发现了。至此，我们就走完了五花洞。因为这些洞窟保存的比较好，所以我们能在其中看到很多古代帝国生活的缩影。毕竟刻在石窟上的艺术其实都是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的享乐，而它之所以能留存至今，还能被冠以五花洞之名，归根到底的核心原因就是一个好看，看起来富丽堂皇，所以北魏皇帝才愿意建造它，后人才愿意保护它，修缮它。五花洞的华字也就是华丽的意思。只有足够美好的东西，才能让整个世界的人纷纷前来驻足，并在其中徜徉往返。那是刻在绝大多数人基因里的渴望，也是我们的本能。云冈石窟如是，黑神话悟空如是。在未来的旅途中，我会进一步深入山西，为关注我的人带来更多美好的体验，敬请期待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